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D， 欢迎收看 AD 爱理财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请大家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看完影片之后，请在底下留言。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在今年8月发布了一份报告，报告中指出，有 75% 的马来西亚人，他们的储蓄不到马币1000块，也就是说，在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，手上可以拿出来应急的钱，连1000块也没有。朋友们，大家平常有没有储蓄和理财的习惯呢？如果有，你们最喜欢的理财方式又是什么呢？是塞在枕头底下，还是放进麦乐贡里面？今天就让我为大家整理出一般上马来西亚人最喜欢的8种理财管道，分别是定期存款、储蓄保险、买房子、买股票、国民基金、公积金、私人退休基金和信托基金这8种。第一个，银行定期存款。我相信几乎所有马来西亚人都拥有银行的储蓄户口，也有不少人把钱存放在银行户口里面。一般上，储蓄户口 saving account 也是会计算利息的，每年是 0.25%， 也就是说你有1万块存放在银行储蓄户口不动，1年之后你可以得到马币25块的利息，这个利息刚好可以吃一顿丰富的快餐。但我国国家统计局在不久前公布的2021年10月份的通货膨胀率，也就是 CPI 是 2.28%， 意思就是说你的钱放在储蓄户口不动，就算银行给你 0.25% 的利息，但是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， 2.28% 减掉 0.25%， 最后你得到的年利息是负的 1.95%， 也就是你的1万块1年之后就会少了马币195块。于是很多人就会选择定期存款 Fixed Deposit。 定期存款是马来西亚人最喜欢的存钱方式，但是自从国家银行在去年把隔夜利率调降到 0.75% 之后，目前市面上可以看到的定期存款大都是在 2% 左右，每年 2% 的利息扣掉通货膨胀，其实你的储蓄也是逐年在减少的。大马人喜欢定期存款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定期存款几乎没有风险，而且容易管理，却往往忽略了利息不高，到最后会被通货膨胀通通给吃掉的悲剧。第二个，储蓄保险 Saving Plan。 所有投资人都必须清楚的知道，储蓄保险不是用来投资的，一定要记得，投资归投资，保险归保险，这是2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。所谓的 2-in-1 2合1的产品只有洗发水和即溶咖啡，所以不要再把储蓄保险当作一种投资标的，需要保险的话，老老实实的买一份保险就够了。而且储蓄保险都会锁定10年或者20年，提早领出来就是等于放弃保单，被扣掉的费用比你想象的还要多。第三个，房地产 Real Estate。 投资房地产最重要的就是看3件事：第一，位置 Location； 第二，位置 Location； 第三，还是位置 Location。 如果不是理想的位置，你的房地产升值的空间其实不大，买来自己住的话则另当别论。而且房地产需要的资金庞大，不只需要一笔头期款，还要看银行要不要贷款给你，以后要转手的时候必须先找到有人接手。投资房地产缺乏流动性，不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投资。第四个，股票 Stock Market。 我想股票大家一定非常熟悉，不用我多说，尤其现在通过线上买卖非常及时，股票如果操作的好的话，的确可以获得相当惊人的利润，可是万一失手的话，也会让你血本无归。心脏不够强大的朋友，入场前请三思。第五个，国民信托基金 ASNB Amanah Saham。 国民信托基金是由马来西亚政府成立的国民投资机构 PMB 所发行的信托基金，其中有10款基金开放给非赌徒购买。以普通私人或者银行的信托基金相比，国民信托基金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，回酬大约在5到6% 之间。第六个，公积金 EBF。 有打工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公积金，这里就不多做说明。近几年公积金的回酬率大概是 6% 左右。第七个，私人退休计划 PRS。 私人退休基金其实就是一个类似公积金的私人养老计划，购买 PRS 每年还可以享受高达马币3000块的个人税务减免。我之前有做过 PRS 的相关影片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按上右上角的连接进去看看。第八个，信托基金 Unit Trust。
信托基金也是马来西亚人非常熟悉的投资工具，回报率可以达到8到10%。如果是风险较高的海外基金，回报率更高。之前我也做过关于信托基金的影片，同样的按上右上角那个连接，里面有清楚的讲解信托基金的操作和利与弊，欢迎大家进去看看。上面所说的大马人最爱的8种理财管道，你们都有使用过吗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们用过几种，而最喜欢的又是哪几种呢？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